我们家的女孩子都给娇惯坏了，一点规矩也不懂，还不让嬷嬷们好好看看？给太太请安。小妞这几日可好啊？我好几天没看见她了。正是为了巧姑娘的事儿来求太太呢。怎么了？昨儿大太太带了几个人来看巧姑娘，不知太太可曾听说了？我从来没听人说起过，你们听见过吗？我昨日便觉得蹊跷，但是二爷不在家，大太太做主，到底不知是哪个府里的。若说是对头亲，不该这样相看。瞧那几个人的来头，不像是本知王府，倒像是外头路数。求太太去向大太太打听一下。若真是这样，可十分不妥。他父亲临走前，把小妞托付给我，这事情断不能这样草率了。多谢太太。孙女儿也大了，莲儿现在不在家，这件事我还做得主的。况且是他亲舅爷爷和他亲舅舅打听的，难道倒比别人不真吗？横竖我是愿意的，倘若有什么不好，我和莲儿也抱怨不着别人。这件事我劝太太就别管了。如今我算是明白了，各家还是自扫门前雪的好。当年凤丫头在的时候，不就是个教训吗？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并亡人的话，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。王夫人听了这些话，心下暗暗生气，勉强说些闲话，便走了出来。怎么样了？别说小妞是我自己的侄孙女儿，就是亲戚家的，也是要好才好。邢姑娘是我们做媒的，嫁到你家去，和和顺顺的过日子，不是很好吗？你秦妹妹梅家娶了去，听见说是丰衣足食的很好。你莲二哥临走前是把巧姐托付给我的，这要是错给了人家，他回来可不抱怨我吗？平姑娘来了。太太，大太太那边。姐终身全仗着太太，若是信了他们的话，不但姐一辈子受了苦，便是莲二爷回来又该怎么说呢？求太太给姐做主。你是个明白人，你起来听我说。求太太，求太太给姐做主。巧姐儿到底是大太太的孙女儿，她要做主，我能够拦她吗？要不然给莲二哥写封信，让他尽早回来吧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二奶奶回却说来了。宝玉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里细玩，宝钗从里间走出。二奶奶怎么这会儿才回来？再迟一点，咱们爷只怕叫人去找了。还不是巧姑娘的亲事，莲二哥又不在家，家里没个做主的人。难得见你这么有心看书。刚刚读书读烦了，才看看这个。你这又是何苦来呢？眼看就要进场了，却还在看这些东西。老爷走时不还叮咛嘱咐了，咱们家将来能不能好起来，都在你身上了。
而且细想，他只顾把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作一件正经事，终究不妥。看他这种光景，料劝不过来，便坐在宝玉旁边，怔怔地坐着。你这又是为什么？你我既为夫妇，你便是我终身的依靠。且不说情欲之私，论其荣华富贵，不过是过眼烟云。但自古圣贤以人品根底为重啊。据你说人品根底，又是什么古圣贤？你可知古圣贤说过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那赤子有什么好处？不过是无知、无识、无贪、无忌。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，犹如污泥一般，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？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，古人说了，也不曾提醒一个。既要讲到人品根底，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？你既说赤子之心，古圣贤皆以忠孝为赤子之心，并不是遁世离群、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。尧舜禹、汤周孔，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。所谓赤子之心，原不过是不忍二字。若你方才所说的忍于抛弃天伦，还成什么道理？我劝你从此把心收一收，好好的用用功，但能博得一地，便是从此而止，也不忘天恩祖德了。一地呢，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儿，倒是你这个从此而止，不忘天恩祖德，却还是不离其宗。刚才二奶奶说的古圣先贤，我们也不懂。我只想着，我们这些人从小辛辛苦苦地跟着二爷，不知赔了多少小心。论起理来，原该当的，但这二爷也该体谅体谅。况二奶奶替二爷在老爷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，就是二爷不以夫妻为事，也不可太辜负人心了。至于神仙那一层，更是谎话。谁见过走到凡间来的神仙呢？二爷还是收收心，真考上了，老爷太太自然欢喜。我们这些人，这一辈子也就死而瞑目了。那就从此而止吧。你把这些书都收起来吧。这些都收了吧，还有这本，这本也收了，拿走，都拿走。这些书不看也就是了，何必定要拿走？这些书也没什么，我还要一把火烧了呢，烧了不就干净了吗？我看中庸，好了吧？还是二奶奶说话透彻，只一路讲究，就把二爷劝明白了。就只可惜太迟了一点，临场太近了。只要用心，肯定能中的。功名自有定数，中与不中，倒也不在用功的迟早。但愿他从此一心用在正路上，把从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，就是好的了。过了几天，便是场期。宝玉的功课虽好，只是那有意无意之间，却别有一种冷静的光景。改过得太素太好了，反倒有些心不急。宝玉要来了，只怕又有什么变故。次日，宝玉换了半新不旧的衣服，欣然过来见了王夫人。我的儿，你们爷儿两个都是初次下场，但是你们两个活了这么大，并未曾离开我一天，就是不在我跟前，也是媳妇儿丫鬟们围着，何曾自己孤身睡过一夜？今日各自进去，孤孤凄凄，举目无亲。
需要自己保重，早些做完了文章出来，早家人早些回来，好叫母亲和媳妇儿们放心。母亲生我一世，我也无可报答，只有这一入场，用心做了文章，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，那是太太喜欢，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儿也完了，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。你有这个心自然是好的，可惜老太太见不到这一天了。起来吧。老太太见与不见，总是知道的，喜欢的，既能知道喜欢了，便不见也和见了一样，只不过隔了形制，并非隔了神气啊。这是大喜的事，太太怎么伤心起来呢？况且宝兄弟近来很知好歹，很孝顺，又肯用功。只要带了侄儿进去，好好的做文章，早的回来，写出来，请咱们的世家老先生们都看了，就等着爷儿俩都报了喜就完了。快扶宝二爷起来。宝二爷，嫂子放心，我们爷儿俩都是必中的，日后兰哥还有大出息，大嫂子还戴凤冠穿霞帔呢。但愿应了你的话，也不枉。只要有了个好儿子，能够接续祖籍，就是大哥哥不能见，也算他的后事完了。宝钗听的这些话，句句都是不祥之兆，却又不敢认真。宝玉走到跟前，众人见他行事古怪，也摸不着是怎么样。只见宝钗只得忍泪无言。姐姐，我要走了，你好生跟着太太，听我的喜信儿吧。是时候了，你不用说这些唠叨话了。你倒催我的紧，我自己也知道，该走了。宝玉回头见众人都在这里，只是没有惜春、紫娟。四妹妹和紫娟姐姐跟前，替我说一句吧，横竖是再见就完了。宝兄弟从没出过门，太太的一套话把他吓成这样，快走吧，别胡闹了。走了，不用胡闹了，完了事儿了。宝玉，独有王夫人和宝钗娘儿两个，倒像生离死别的一般，那眼泪也不知从哪里来的，直流下来。今日便要进场，我也不会说什么吉祥话，就盼你连中3元，状元榜眼探花，不拘什么，老太太在天之灵也就欣慰了。二爷，你去了后也不必挂心，家里有二奶奶照顾，不会出什么事儿的。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，头一遭出门
若是病了，就不好了。他两个还不知道宝玉已欲断尘缘，听到这里又觉尘心一动，连忙敛神定息。你们回去吧。但见他西天哈地，大有风煞之状，遂从此出门走了。正是走求名利无双地，打出樊笼第一关。不言宝玉、贾兰出门赴考，且说贾环见他们考去，自己又气又恨，便自大为王。可要给母亲报仇了，家里一个男人没有。想起凤姐待他刻薄，要趁贾琏不在家，摆布巧姐出气。现在这家里一个当家的爷们儿都没有，您太太的话谁敢驳呀？您太太本就是长房，又是巧姑娘的亲祖母，这事儿本就轮不到别人来说，您就快点决断吧，太太。还是你这孩子明事理，像巧丫头的事儿，原该我做主的。你连二哥糊涂，放着亲奶奶，倒托别人去。人家藩王那头都说了，只认这一门子，现在定了，还要备一份大礼来送太太呢。将来太太有了这样的藩王孙女婿，还怕大老爷没个大官做吗？不是我说自己的太太，他们有了元妃姐姐，便欺爱的人难受。将来巧姐别也是这样的没良心。等我去问问他去。你也该告诉他，他才知道你的好处。只怕他父亲在家也找不出这么门子好亲事来呀。但指平儿那个糊涂东西，他倒说这件事不好，说是你太太也不愿意。想来恐怕咱们得了意，若迟了，你二哥回来又听了人家的话，就怕这事儿办不成了。那边都定了，只等太太出了八字，王府的规矩3天后就来娶了。但只有一件事，只怕太太不愿意。那边说原不该娶犯官的孙女，只好悄悄抬了去。等大老爷免了罪，做了官，大家再热闹起来啊！这有什么不愿意的？也是礼上应该的。即使这么着地体的太太出了就是了呀！哎呀，这孩子又糊涂了，里头都是女人，你叫云哥写一个就是了。是侄儿考虑的不周的，太太教训的事，我这就张罗去。平姐姐在吗？哪知刚才所说的话，早被跟邢夫人的丫头听见。那丫头是求了平儿才挑上的，便抽空赶到平儿那里。你们快想想主意吧，不然巧姑娘可就要抬走了。我刚刚听见太太和三爷在说，3天就要来娶了。我自有办法，你快去吧。信儿越快越好，千万别让别人知道。姐姐放心。且说外藩原是要买几个使唤的女人，藩王问起人家，众人不敢隐瞒，只得实说。那外藩听了，知是世代勋妻，便要择日启程。这一嚷，吓得王人等抱头鼠窜。贾环在家候信，又闻王夫人传唤，急得烦躁起来。什么事儿？还不为了巧姑娘的事儿？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我们太太知道这事儿了。现在太太正四处让人找我跟强哥呢。过来，你呀，你现在快去藩王那换了更帖，免得夜深梦多。好，知道。姐儿，啊，哎，别，姥姥，你可要救救我们姐儿啊！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。这就是大姐儿，都长这么高了。姑娘，快叫姥姥啊！你的名字就是姥姥给起的呢。姥姥，哎，我的二奶奶呀，你这么好的人，
么这么命苦啊？留下个姐儿还要被人欺负。姥姥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看哭坏了身子，咱先商议眼下要紧的事吧。啊，是。事情接我们来的小哥都告诉我了，不管太太让我这老东西做什么事情，只要一句话就行了。我们正没主意呢。我们二爷如今不在，大太太是姑娘的亲祖母，太太也拦不住，这拖也拖不得。我是想着能出去避一避，等我们二爷回来就好办了。啊，我也是这个意思，只怕你们不走。你们要是肯走的话，就到我们村上去啊，我把姑娘给藏起来。姥姥肯帮我们就好。我和姑娘对姥姥都感恩戴德，给姥姥供长生牌位。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当年我们家里都过不下去日子了，若不是太太、二奶奶、舅舅，一家人就都饿死了。如今这么点事儿，还说他干什么呀？咱们定下个日子，我就叫姑爷套了车，来把人拉走。这还等什么呢？自然越快越好。姑娘，愿不愿意上我们那穷地方去玩几天？姥姥，这次可就全拜托您了。哎呀，夫人，哎呀，可了不得，这可折上我了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王夫人找邢夫人说闲话，把邢夫人先绊住了。平儿这里买主了看后门的人雇了车来，平儿便将巧姐儿装作青儿模样，急急地去了。姥姥慢走啊！姥姥慢走。看看到了出场日期，王夫人只盼着宝玉、贾兰回来。等到晌午，不见回来。宝儿爷回来了没有？王夫人理完宝钗着忙，打发人去到下处打听，去了一起儿，又无消息，连去的人也不来了。回来又打发一起人去，又不见回来。三个人心里如热油熬煎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打发个人到门口去接接。已经派人在街口等着了，只怕考生人多，一时出来找不到家里的人，也未可知。回太太，午饭已经好了，是现在吃呢，还是再等一会儿？等等，急什么？人都还没回来呢，怎么吃饭？太太且先歇歇，到了这个地步，急也没有办法，只能让他们去找。太太还没吃饭，好歹先吃些点心垫垫，当心身子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人呢？啊，人呢？你把二叔呢？二叔丢了！啊！糊涂东西！你同二叔在一处，怎么他就丢了？太太！今儿一早，二叔的卷子找完了，还等我呢。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交了卷子，一同出来，在楼门口一起，回头就不见了。先叫李贵等分头的找去，我也带了人看中号里都找遍了，没有。王夫人是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宝钗心里已知八九，袭人痛哭不已。可怜荣府的人
个个死多活少，空备了街场的酒饭。怎么了？是宝玉回来了吗？太太大喜啊！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？回太太是中了第7名举人。宝玉呢？太太，这第7名中的是谁？是宝二爷。你说什么？他说宝兄弟中了举人第7名。当真吗？是外面2门上的人报进来的。祖宗保佑，宝兄弟果然是中了，太太大喜。太太奶奶，兰根也中了，大喜！兰根也中了，兰根也中了。皇上见第7名宝玉是金陵籍贯，第130名是金陵贾兰，便传旨询问。兰哥儿去给皇上谢恩了。太太，给嫂子道喜了。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哪里受得起？你们姐妹们来了，过那边说说话。哎呀，自从咱们家女孩遭了事，很久没有这样齐整。是啊，也是兰儿争气，是太太和嫂子的福分。若是宝玉回来了，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要怎么乐呢。二哥哥既然有中的命，自然再不会丢的。况且天下哪有迷失的举人？这样大的人了，哪里有走失的？只怕他看破事情，入了空门，这就难找着他了。他若抛弃父母，就是不孝，他怎么对得起老太太？老爷怎么对得起我？大凡一个人不可有其处，二哥哥生来带块玉来，都倒是好事。这么说起来，都是有了这块玉的不好。若再有几天不见，不是我叫太太生气，只好譬如没有生这位哥哥罢了。哎呀，四妹妹说这些做什么？四妹妹快别说了，看把太太气的。果然，他若有来头成了正果，也是太太几辈子的修积。太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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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袭人，快去看看，快去！袭人，袭人，太太啊！好好的，怎么就躺下了？请大夫了没有？今早已经看过了，说是急怒所致，已经开过方子了。这孩子就是心太重，才落下这个病。我刚从你太太那儿来，兰哥儿谢皇恩回来，收皇上圣命，想起贾氏功勋，命大臣查复贾赦犯罪情由。贾兰等朝臣散后拜了作师，并听见朝内有大赦的信儿，没准你哥哥也能赎罪了。宝玉到如今也找不到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他再也不回来了，可是我害了你。妈妈别这么说，我既做了他们家媳妇儿，他回不回来也没什么大的不同了。只是这屋里的丫头们少不得都要打发了。你去吧。我看袭人受的也了不得，她是一心想着宝哥儿，
按说呢，你是正配，理应守的。只是他虽算是个屋里人，到底跟宝哥没有过明路的。刚才你太太也说，若放他出去，恐怕他不愿意，又要寻死觅活的。若是留下他也罢，又恐老爷不依，所以难处。若问袭人自己的意思，她是一定不肯出去的。可是，若宝玉真的回不来了，又何苦耽误他一辈子，连个名分都没有？他自来有一股痴意，跟着谁便一心一意的。若是真的配了好人家，倒比这么守着要好。正是这个理儿啊！我刚才跟太太也出主意，叫他找他家里的人来，狠狠地吩咐他，给他配一门正经亲事，再多多地陪送他些东西。这孩子心肠也好，年纪又轻，也不枉跟了你们一场。袭人那儿啊，还待我细细的去劝他。哦，就是他家里的人来，也不要告诉他，只等他家里说定了好人家，我们还要去看看。若果然足一足实，女婿长得又像个人儿，然后再叫他出去。就照妈妈说的来吧。宝玉，宝玉，宝玉是你吗？袭人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宝玉，不是，宝玉，姐姐你醒醒啊！袭人姐姐，药好了，姐姐吃吧。姐姐可是大好了，能自己坐起来了。刚刚梦里，宝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了。我若死守着，又叫人笑话。若是我出去，心想宝玉待我的情分，实在不忍。想想刚才的梦，好像和我无缘的话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这就是袭人姑娘家的人吧？是她嫂子。上次跟你们说的事情可有眉目了？回太太有了，是我们家亲戚做的媒，说是啊城南的蒋家，现在有房有地还有铺面呢。姑爷年纪略大了几岁，可并没有娶过的，况且啊人物长得是百里挑一呢。你们去看过没有？这家果真如你说的一般吗？真，我亲眼见过的。那姑爷模样长得是真是好。人家听说啊，我们家姑娘还服侍过老太太，也十分敬重呢。这样便好，就怕找的人家不好，耽误了袭人。回太太，我和他哥哥一起去看过的。人家都说啊，不知道我们家姑娘修了什么样的功德，才有这样的姻缘呢。既这样，你去阴了。哎，隔几日进来，再接你妹子吧。谢太太。你们太太为了你的事儿，也没少操心。如今这一家，你哥哥嫂子去看了。你们太太不放心，也派人打听了，都说是好的，这才答应的。好姑娘，我们都知道你对宝哥的一片心，只是如今也不知道他还回不回得来。你们太太这么做，也是为你好，你可要体谅啊。
姑娘怎么只是一味的哭呢？愿意不愿意，你倒是说句话吧。我是做下人的人，姨太太瞧得起我，才和我说这些。我是不敢违由太太的，任凭太太奶奶们做主。好一个温顺的孩子。袭人悲伤不已，又不敢违命的，心里想起宝玉那年到他家去，回来说的死也不回去的话。如今太太硬做主张，若说我守着，又叫人说我不害臊。若是去了，实不是我的心愿。便哭得夜哽难鸣，又被薛姨妈、宝钗等苦劝。回过念头想到，我若死在这里，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坏了。我该死在家里才是。袭人怀着必死的心肠回去，住了2天，细想起来，哥哥办事不错，若是死在哥哥家里，岂不又害了哥哥呢？千思万想，左右为难，真是一缕柔肠，几乎牵断，只得忍住。那日已是迎娶及期，袭人本不是那种泼辣人，委委屈屈地上轿而去，心里另想到那里再做打算。岂知过了门，见那蒋家办事极其认真，全都按着正配的规矩。一进了门，丫头仆妇都称奶奶。袭人此时欲要死在这里，又恐害了人家，辜负了一番好意。这姑爷看见一条猩红汗巾，方知是宝玉的丫头。原来当初只知是贾母的事儿，意想不到是袭人。此时蒋玉菡念着宝玉待他的旧情，又故意将宝玉所换那条松花绿的汗巾拿出来。袭人看了，方知这姓蒋的原来就是蒋玉菡，是心姻缘前定。想不到，你竟也是他身边的人。这一日，贾政扶贾母灵柩，行到毗陵驿的地方。那天，乍寒下雪。泊在一个清静去处，贾政打发众人上岸投帖辞谢朋友，总说即可开船，都不敢劳动。船中只留一个小厮伺候，自己在船中看家书。家中一切都还好，虽然不如以往那样的光景了，但日子还过得去，老爷不必挂心。只是宝玉这个孽障，
宝玉不在，男儿只得自己面圣谢恩。好在圣上宽厚仁德，不但不怪罪，反而好言安慰。盛老爷的罪免了，甄大爷不但免了罪，仍袭了邻国3等世职。荣国世职仍是老爷袭了，司令雍福满仍升工部郎中，所抄家产全部赏还。我想，宝玉也许真的起了父母之恩。渺渺茫茫兮，归彼大荒。好意思是今